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9号凌晨开启新年首次外访行程，在1周的时间里，先后前往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日本是今年的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岸田在启程前一天表示，他希望通过坦诚的会谈，进一步加深7国集团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日本共同社披露，预计岸田将向7国集团国家领导人保证，日本将在应对俄乌冲突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岸田的这次呢，欧美5国之行，实际上呢，也不完全是出于外交的考虑。在日本国内，由于经济问题、由于内阁丑闻问题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内阁的支持率呢，最低呢已经下滑到了26%左右。所以呢，他想通过展开外交活动，转移呢日本公众的视线，让人们觉得呢，岸田在外交方面能够呢，赢得发达国家的支持。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他在国内失分的那种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呢，有助于他挽回一些民众的支持率。外界最为关注岸田此行的最后一站美国。13号，岸田将与拜登在白宫会晤，这将是岸田文雄2021年10月就任首相后首次访问华盛顿。ぜひ改めて日米同盟をこの強固なものにしていく。さらには日米で協力し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に向けて努力をしていく。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和外相林芳正则将于11号飞往华盛顿，会见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共同社的报道称，预计针对朝鲜和中国军事动向的新联合遏制措施将会成为会议主要议题。日本读卖新闻援引多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多轮高级会谈的铺垫下，日美首脑将讨论加强防务合作，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发表以安保领域为中心的联合声明。实际上呢，这一次呢，肯定要谈供应链安全问题，要组成一个呢撇开脱离中国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单独的世界供应链体系。他们认为呢，受到中国供应链的制约，就是自身的经济安全呢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呢，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借着供应链安全的名义，是一种分裂，是一种打压，是一种呢搞小集团的行为。外界注意到，为了全力推进印太战略，拉拢地区国家共同遏制中国，美国对日本的要求日益松弛，日本也在趁机大力整军扩武。岸田文雄访美期间，将向美国说明日本上月敲定的3份新安保文件，包括提高年度防卫预算、发展具备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的反击能力和提高远距离防御能力的内容。有观察指出，日本的上述计划非常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与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保持了统一步调。拜登政府去年10月发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启动了联合威慑策略，强调与盟友共同应对威胁，还声称希望日本在台湾有事时协助供应燃料和弹药。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希望加强日本防卫能力，并对日本愿意承担更多进攻性角色表示欢迎。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逐渐军事松绑，值得高度警惕。在美日强化军事同盟背景下，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年度离岛防卫演练，第一空降团约1000名成员模拟空降作战，夺回被占领的离岛等。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表示，此次演练展现日本和盟国之间的强大合作。除了美军派出70人参与，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军首度参加，共派出约30人。另据共同社7号的报道，日本计划在鹿儿岛县西之表市的马毛岛建设自卫队基地，防卫省将于12号公布相关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最早将在当天就动工。马毛岛是日本第2大无人岛，面积约8平方公里，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它距离冲绳普天间机场500公里，延国基地400公里，与其紧邻的大隅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东海的海上要道。根据日本的计划，4年后这座岛屿将成为大型军事基地，预计将建设2条飞机跑道、大规模弹药库以及燃料设施。建成之后，美国的航母舰载战斗机可以开展连续离着陆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准航母也将在此停靠。
分析指出，日方的意图是打造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在战时，它可与日本九州岛以南的其他离岛基地、驻扎于冲绳的其他美军和日本战机、美日潜艇、经过改装的出云号和加贺号航母，再加上最新的 F-35B 战机，构成日本在东海区域的防御铁壁。